这一段时间，每次看切尔西的比赛，老 K 总会提醒，现在的更衣室就像爆炸了一样，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果然，我们总以为他们已经到了谷底，但今天他们又踢出了几年来切尔西最差的比赛。整支队在今天完全没有欲望，没有实力，浑浑噩噩。上半场结束，主教练罗塞涅尔就否认了赛前布置的战术，而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就像笑话，就像小品。我不知道有多少切尔西球迷看完了整场比赛，这完全是对他们的一场抗压训练。而对中立球迷来说，本来大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但最后真有些心疼，于心不忍。场上11个切尔西球员就跟刚认识的队友一样，一点默契都没有。好在前主帅马雷斯卡过去打下的底子够厚，要不然本赛季切尔西现在应该跟热刺在争降级名额。全场踢完，不仅零进球，而且零射正，输了3个球。这是给人类看的球吗？这真的是更衣室已经彻底爆炸了呀，纯粹球员在摆烂了呀。想想22到23赛季，当时波特在的时候，那一支切尔西虽然也进不了球，但场面没有现在这么难看。而现在呢，更惨，全是大比分输球。现在最大的问题，切尔西的萎靡已经直接影响到西汉姆联和热刺的保级大战。切尔西可能觉得我们的连败只要碰上了37轮踢热刺，我们就能反弹。但西汉姆联不这么想，西汉姆联认为坏了，热刺队第37轮踢切尔西呀。关键热刺队也很矛盾呀，好在我们第37轮能踢一场切尔西，但是也说不好，这种连败万一提前把罗塞尼尔给换帅了，那换帅如换刀，罗塞尼尔你不能这样输球啊。而对切尔西球迷来说真是无所谓，真是麻木了。现在连输也好，再输给热刺也好，对两边都好。真的，如果热刺保级了，下赛季还有机会再还给切尔西。而切尔西本赛季已经无所谓，输得越惨越好，让青湖集团知道什么叫疼。只有让美国佬多亏点钱，才有希望彻底转变经营策略。所以本赛季下半段，曼联是彻底摆脱了过去抽象的综艺联本色。阿森纳先是接过了这杆枪，我们以为阿森纳够拉胯了吧？可热刺说我不服气。当我们以为热刺的抽象到了顶点，切尔西又站了出来，直接从他们手里抢走了英超综艺王的称号。这样看来，伦敦足球真是拉完了。最可怕的是切尔西联赛5连败，还1球未进。另外，我们不得不说，像布莱顿英超现在这些中游球队可是太猛了。切尔西的球迷们最近这么多场球，场场要看到罗塞涅尔戴个眼镜在场边装模作样的样子，像极了自以为自己很牛逼的小丑。现在想想，其实热刺他们是真心没有遇到对的人。奥波马好歹还有个欧联杯冠军，这也给热刺打破了几十年的冠军荒。可后面的弗兰克是什么人呀？但你切尔西可不一样。大家记得当时波切蒂诺要被换掉的时候，切尔西更衣室几乎所有能说的话的球员都已经公开表态在挽留。而那个时候来了马雷斯卡，马雷斯卡也做到了为自己证明，把世界俱乐部杯、欧协联杯都收入囊中，给球员和球迷们打了强心剂。眼看着切尔西就要走上正轨了，却因为主教练对管理层的投入表达了不信任，希望青湖集团放权。可青湖集团二话不说，就把正准备在欧冠打淘汰赛和在英超争欧冠资格的主教练给开掉了，换上来罗塞尼尔这么个顶级人才。只能说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美国佬青湖管理层一手造成的。最近这1个多月，同期甚至比热刺都差，人家热刺还能进球呢，全场零射正，场上的球员心气儿都没了。说实话，球员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可青湖集团这种高层搞出来一个自以为是、美国佬觉得自己很聪明的长合同锁定年轻球员的2030策略，这种东西糊弄新人还可以，可现在的新人已经都步入了当打之年，他们对球队要有竞争力的要求也完全是情理之中。但球员恩佐不满意直接关键战把他处罚停赛。而主教练马雷斯卡如果提要求那我不管你和球员过去有多好，出过多少成绩，只要不听话，那么通通送走。波切蒂诺送走，马雷斯卡送走，留下一群本来就缺乏主心骨、缺乏压舱石的青年才俊，跟这个抽象的罗塞尼尔这样的表演型人格的主教练。现在的切尔西风中凌乱，只能说青湖集团又要考虑切尔西该如何重建了。
现在想想，马雷斯卡说的都是对的，他能看出问题，可他抱怨了几句就被清算。清湖集团找来个听话的菜鸟教练，然后呢，一签就是5年8年的合同。管理层给自己涨工资，完全不在乎球迷的抗议和示威，从上烂到下。队内唯一的几个好球员，再这么折腾下去，拿不到冠军，他们的职业生涯和自身荣誉也就没了。现在这个管理层真的是有大问题，跟波切蒂诺有矛盾，跟马雷斯卡有冲突。朋友们，有时候做节目啊，真的有些累，特别是每天坚持做，真的有些累。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欢迎您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点击一个全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继续。只有过去那个最菜的波特，还有现在这个罗塞尼尔啊，对他们俩倒是很支持，就喜欢这种又听话又菜的主教练。所以但凡有点能力的，都被管理层给逼跑了。而美国老板把切尔西俱乐部当作自己赚钱牟利洗钱的工具，过多插手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安排，外行指导内行。就这2年切尔西这个样子，管理层竟然还集体涨工资。嗨，想想过去的迪亚哥席尔瓦，如果再留个1、2年，把这些年轻人再带一带，最起码能长球吧。可是按照管理层的引援思路，迪亚哥席尔瓦是留不住的。美国资本玩足球啊，真是玩到哪儿就烂到哪儿。AC 米兰如此，意甲也是如此。最开始的时候，部分切尔西球迷还觉得，切尔西新的买人策略还挺爽。可现在已经逐渐暴露了缺点，技战力球员一个不买，只买一堆天赋小将，但哪能全都踢出来呀？这只是刮彩票呀，踢不出来的不好出手，踢出来的又不能卖出去，因为球队需要他。所以切尔西就需要一直换球员，一直换球员，这样的球队很难健康。买小妖本来没有毛病，但你球队起码得留出几个靠得住的老将啊！全是一帮小年轻，经验不足，又怎么玩？本赛季切尔西为什么在英超吃最多的红牌，还是因为太年轻，场上没有那么多能够压得住阵的老将。而本赛季切尔西买来吉滕斯和加纳乔，成了最后的神之一手。蒂亚戈席尔瓦呀，蒂亚戈席尔瓦当时真的还有油啊，他的那个状态完全可以再待2年。属于真正后防线上的老油条，也是指挥交通、指挥队友的，可以告诉场上的小将们啊，你该站哪个位置，哪个位置又漏人了，哪个前锋是什么踢球习惯，作用相当于场上的后防教练。而且蒂亚戈席尔瓦的状态好，现在马上就是葡超冠军了。没办法，傲慢的美国老板就这个样子，最后6场吞了4个0-3。而反观对面的布莱顿是踢得真好，战术完爆罗塞尼尔。上半场的罗塞尼尔纯粹是胡搞，踢了快1整年的边后卫内收3-2-2-3，结果他给换成4-4-2，全场人盯人。德拉普和内托2个人完全得不到支援，2个人之间也没有配合。这罗塞尼尔呀，真是又给英格兰主教练招黑，纯粹是纸上谈兵都不如。今天切尔西的球发展到前场好几次，就突然就愣一下，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突破。这一场球，切尔西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踢球浪费时间，什么叫做看球浪费生命。现在眼巴巴的许多切尔西球迷啊，还在盼着能不能过2个小时就能看到罗塞尼尔下课的好消息。但关键下课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主要是谁来了都这样，管理层是不会变的，只是再换个更听话的。所以真正的是应该管理层下课，索性还不如一败到底呢。清湖集团呀，是对足球真的无知，只想商业价值，通过买大量的年轻球员来实现变现，而不管100年俱乐部切尔西的死活。清湖入主切尔西以来，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能让球迷继续支持他们的理由，只想商业价值。在年轻球员溢价严重的情况下，却疯狂买入，然后球员都把切尔西当跳板。这5年来，主教练换了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一看成绩不理想换，一看对管理层有意见也换。本来这些年轻球员过来之后全都是新人，互相适应就很困难有难度，可还要他们每个赛季适应3、4个不同的主教练的不同战术踢法，这样的球队能出成绩就怪了。也真别怪马雷斯卡炮轰管理层，也真别怪恩佐要闹转会的风波。过去10几20年那一支防守硬朗、反击犀利，能在绝境中浴血奋战、胜不骄败不馁的蓝军铁军，已经沦为笑柄，死不像了。现在这样的局面就是过去5年来所有的问题堆积集体爆发而形成的。整个俱乐部管理层、主教练、球员
上上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该如何处理呢？能处理多少解决多少呢？重建之路任重而道远。我现在感觉美国老板呀，以为英超是 NBA， 反正没有升降级，所以就自作聪明，只想赚钱，只想互相交换球员。简单一句话，人心涣散呀。进不了球的切尔西甚至没有办法剪辑出4月份的队内最佳英超进球。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切尔西48分，身后的球队们都虎视眈眈，切尔西有可能下跌到联赛第11位，所以甚至欧战资格也会成为一种奢望。今天替补打了45分钟的加纳乔还是那个熊样，传停带射样样不行，既没球商也没视野，反击的机会嘛，他总是越位，长传找他的时候呢，他停球都能停出界。加纳乔现在的毛病就是球拿不住，光有速度却没有射门能力，不会过人，只会回传。能把加纳乔卖给切尔西是曼联本赛季最伟大的操盘。可老 K 突然发现一个抽象的巧合，自从加纳乔不首发，切尔西似乎就同时开始崩盘。这堪比当时呀，皇马连胜的时候场场都上马斯坦托诺，可一旦不上马斯坦托诺了，皇马就崩盘。所以一个加纳乔，一个马斯坦托诺，技术同样的差，但突然不用他们了吧，球队却同时开始崩溃。这奇怪的巧合甚至完全没有道理和逻辑。这样的尴尬中带着古怪，就特别适合做切尔西本赛季的代言人。那么比赛结束后，主教练罗塞尼尔也选择了跟更衣室彻底决裂。他把所有的炮火对准了球员。他说呀，各方面表现都不可接受，这与我想在场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完全相反。我感到麻木，感到愤怒，感到沮丧。这种情况必须非常非常快的扭转过来。这甚至已经不是说服球迷的问题了。赛后我已经向球迷们道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没法用任何其他的词汇来粉饰。代表这家拥有如此历史和传统的足球俱乐部，我们竟然拿出这样的表现。我可以原谅传球失误，可以原谅射门打偏，但我不能原谅的是输掉1/2的球的对抗，甚至躲避头球，这太丢脸了。我真的感到心碎，不仅是因为结果，更是因为我们输掉这场比赛的方式。我曾经觉得我们在对阵曼联的时候已经迎来了转机，无论是肢体语言、投入程度还是斗志，而这些在切尔西只是最低要求。而3天之后的今天，我们竟然交出这样的表现，真让人不是滋味。今天只有3-4个球员付出了全部，但其余的人辜负了他们，而这也是远远不够的。记者问，你和球员之间存在隔阂吗？罗塞尼尔说，从场上表现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我并不觉得有隔阂。是球员们，是他们缺乏斗志，缺乏信念，才导致了外界的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反驳。赛后，罗塞尼尔还是勇敢地留在了场上，向切尔西球迷进行道歉，向远征球迷们做出了致歉的手势。但本场比赛他变阵5后卫，这次变阵可谓灾难，球队全场遭遇压制，罗塞尼尔难辞其咎。另外，谢场的时候，恩佐和库库雷利亚也留在了最后，整整挨了球迷5分钟的骂。这是真有血性，真的在乎的球员，即使被泼脏水，即使被媒体骂，但恩佐和库库雷利亚是有底气、有勇气去面对球迷的。但是现在呀，切尔西真是大下将倾，这样的球员先要保护好自己。其实不用再为切尔西继续拼命了，因为战术的差距不足以让球员以个人实力去弥补。平安的度过这个时期吧，好好踢之后的世界杯吧。22岁的恩佐可以陪着切尔西重建，但25岁以后是显然不会了。今天切尔西全队的努力让对方的门将终于完成了在英超生涯首次通过零扑救完成零封。对方门将费布鲁亨收获了在英超联赛的第20次零封，但只有本场比赛是在0次扑救的情况下完成的，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而切尔西呢，最近9场英超比赛只拿到了5分，只有热刺在最近的9场拿到的积分比他们更少。切尔西的近8场比赛呢，却输了7场，其中5场是以3球惨败。而最近的7场比赛，切尔西仅仅在对阵大巴黎攻入2球，其余的6场比赛都1球未进。而且这7场比赛，蓝军是净吞了19个球。他们今天开场3分钟就丢球，已经连续12场在英超没有零封过对手，各种耻辱的记录层出不穷。要知道他们在队史上此前只是在1912年有过1次联赛的5连败，而且0进球。这124年前的历史今天又重演了。今天刚踢完上半场的时候，切尔西预期进球只有 0.04，
这比过去的马雷斯卡治下的114个英超的半场都还要低。是的，是比马雷斯卡执教的57场比赛的上下半场一共114个半场的任何一个半场都要低。这样的表现，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切尔西远征球迷发出了漫天嘘声，表达了强烈不满。当时切尔西不仅进攻乏术，防守也漏洞百出，几乎难以招架。赛前罗塞尼尔的灵机一动，将库库雷利亚安排在左前卫，但库库显然并不适应。上半场比赛他仅完成了12次触球，是全场球员中最少的，甚至不如双方的门将。中场休息的时候，罗塞尼尔也只能调整了库库的位置。在下半场比赛中，切尔西球迷直接表达了对主教练的不满，在看台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滚蛋吧罗塞尼尔，滚蛋吧罗塞尼尔。而面对这个局面，主场作战的布莱顿球迷给出了回应，他们也在唱歌，高唱着罗塞尼尔的名字，唱道他是我们的人，罗塞尼尔他是我们的人。哎呀，到了比赛第77分钟，切尔西的球迷们，可怜的远征球迷们，再次只能提前离场，因为已经不忍直视。这样的场景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了，在这一次的连败浪潮中，切尔西球迷多次提前离场。接下来4月26日，切尔西足总杯半决赛，足总杯能拿到吗？能成为切尔西唯一的遮羞布吗？现在说什么都太早，大家都在期待着切尔西俱乐部的反应，到底要不要在赛季前就换帅？更衣室现在还能不能摁得住才是最大的问题。好，今天皇马虽然2-1战胜了阿拉维斯，但是主教练阿韦罗也玩花活，他仅仅通过小小的调整，就让皇马被对面的阿拉维斯摁着锤了半小时。换上马斯坦特诺，直接让皇马看上去少打一人，右路直接瘫痪；而换上卡马文加，直接让皇马的弧顶无人防守，被对方又打进一球。哈哈，当时的皇马中场完全没有拦截，前场呢只想靠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完全就是球霸踢法，随心所欲，想干嘛干嘛。今天那个丢球，当时又是卡马文加的位置没人。卡马文加老 K 也知道，他可能心里面也是想努力，但今天踢了27分钟，只是替补上来踢了27分钟，却把握住了机会，完整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是完全要不得。上来就是犯规，他一上来弧顶就没人保护，对面呢一直在远射，最后补时阶段的丢球，一半的锅都在卡马文加身上。这赛季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卡马文加在弧顶位置漏了多少人了，场场的状态都是迷迷糊糊的，状态正常的场次几乎很少。平时就习惯不好，老是喜欢自己乱带，死活不传，带着球权就丢了，而且又不会射门，你带球干嘛呢？以为自己是巴尔韦德可以轰远射吗？还是觉得居莱尔都能进吊射，自己也能试试？真的，卡马文加上场之后，皇马的弧顶和中路开阔的就像青青的大草原。所以关于23岁的卡马文加，现在皇马内部也有分歧，一部分人仍然想相信他，但另一些人认为卖掉他，赶紧赚一笔钱，再买其他的中场，这才是好主意。皇马现在已经决定今年夏天准备先出售塞巴略斯，还有弗兰加西亚和劳尔阿森西奥。不过这3位首先需要说服球员先，因为过去3个赛季皇马仅仅通过出售球员，只拿到了2500万欧元的收入。可同期引援支出则高达3.77亿欧元。至于卡马文加，他的合同2029年才到期，本赛季表现极度不佳，但他在欧洲足坛过去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年仅23岁，对俱乐部来说可能也是一笔重要财富吧。所以俱乐部内部正在讨论，到底是继续倚重卡马文加，还是卖掉他作为收入来源重组中场。即便如此，又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卡马文加身边的人排除了球员离开的念头。卡马文加在马德里其实过得很开心，在更衣室里人缘特别好，和维尼修斯情同手足，而且合同又长，自己没有考虑过离开。所以皇马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投资培养卡马文加，因为目前看来他的发展确实不行。另一方面，如果不投资，就必须说服球员，让球员换个环境，或许才是对他职业生涯的最佳选择。就这一点，老 K 个人意见，不行咱们还是卖。23岁还能卖个好价钱，就这么再拖着24、25，那可能就卖不出去了，因为工资太高。好，今天的球场上，老 K 想表扬一下居莱尔。过去这段时间，居莱尔越来越打出巨星的苗头，今天再次上演 G8 连线，又混上了助攻。他的高质量传球从赛季初的灵光一现发展到现在能稳定输出，
今天上半场的进攻几乎都是他组织的，持续的掌球中，只要保持目前的势头，居勒尔就是皇马未来的中场答案。接下来就是保持健康，保持状态，代表土耳其去踢世界杯。而另外，姆总姆巴佩跟维尼修斯没有问题，可能维尼修斯显得太毒了一些，但今天5次关键传球也是全场最高，还有尝试过人9次，成功过人5次，被犯规3次，均为全场最高。维尼修斯踢球就这个风格。说实在的，比赛只要能赢，维尼修斯的爆破能力是真有用。但往往球队输球呢，这样的球风又会成为球迷发泄的目标。怎么评价呢？就是他在场上能突能传，但有时候一到关键时候需要他站出来呢，又显得格外拉。可在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又突然来一脚让球迷闭嘴，属于让人又爱又恨。但只要老佛爷喜欢，作为皇马球迷，咱们支持就是了。今天维尼修斯也成功在伯纳乌把球迷对他的嘘声变成了掌声，但是导致欧冠出局的罪魁祸首卡马文加在比赛中再次被球迷嘘，并且球也踢得不好。老 K 建议卡马文加真可以考虑换个环境，树挪死人挪活嘛。好，另一方面，今天比赛的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米利唐因为左腿腿筋的区域不舒服被提前换下，可现在皇马内部认为伤情不严重，球员只需接受下一步的检查。最开始大家担心米利唐是不是膝盖又出问题啦？毕竟过去几年呀，他已经2次遭遇十字韧带的撕裂，而且左膝右膝各有1次。但今天他离场的时候还可以正常的自行走动，所以更像是一次轻微的肌肉问题。只是米利唐也比较慎重，因为不希望在今夏世界杯临近的情况下让伤势进一步加重。好的，主教练方面，阿韦罗亚是非走不可了。今天有消息，皇马正在关注斯图加特的主教练小赫内斯。小赫内斯带领斯图加特在不依赖大牌球星引援的情况下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这让皇马印象深刻。现在斯图加特的速度、整体性还有细腻的传控打法也同样引起注意。要知道德国教练弗里克到了巴萨效果可是极佳呀。1年半以前，当时的斯图加特作为德甲联赛亚军，在伯纳乌客场出战欧冠，对阵皇马。虽然皇马最终3-1获胜，但比赛过程远比比分更接近。当时第68分钟，斯图加特曾扳平比分，一度势均力敌。所以小赫内斯现在在欧洲主教练这一块也红得发紫。不仅是皇马，切尔西和曼联也对他表达过兴趣。在小赫内斯的带领下，斯图加特队尽管不断的出售核心球员，可球队依然保持稳定的竞争力。他能持续的重建阵容，并培养新的核心，而球队的打法始终保持一致，进攻很积极，观赏性很强，成绩也稳定。目前小赫内斯和斯图加特的合同到2028年结束，且没有解约条款，皇马还没有正式接触。但如果选定小赫内斯，就必须通过协商支付转会补偿金完成交易。小赫内斯是拜仁老大老赫内斯的侄子，咱们记住这个名字，未来的欧洲豪门必会给他机会展现自己的成色。OK， 今天呀，皇马运气不好，补时阶段第93分钟丢球，所以已经连续9轮西甲没有零封过对手。而老将卡瓦哈尔今天替补出场，完成了西甲的300场里程碑。上半场和下半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分别打入一记远射，并且同样非常精彩，都是世界波。姆总在5大联赛俱乐部已经连续4个赛季进球超过了40，也是法国球员中的第1人。最近有新闻，姆巴佩将对下赛季的皇马主帅人选起到决定性作用。虽然他不能直接拍板，但他的意见会被皇马高层高度重视。而小熊维尼修斯今天他凭借打进了世界波以后，趁此机会向皇马球迷致歉。他多次双手合十，向皇马球迷们表达歉意，并且像每次进球一样继续亲吻球衣的队徽。本赛季维尼修斯已经打入18粒进球，西甲赛场12个进球，但与此同时，他和皇马的续约事宜还等待最后的敲定。OK， 今天意大利杯的半决赛次回合，国际米兰队3-2战胜科莫，上演了精彩的让2追3。科莫队先在32分钟和48分钟进球，但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第69分钟恰尔汗奥卢远射世界波扳回一城，第86分钟苏切奇又助攻了恰尔汗奥卢破门，梅开二度。第89分钟恰尔汗奥卢又投桃报李，助攻了苏切奇破门反超，绝杀。最终2回合总比分也是3-2，国际米兰晋级决赛，很有可能拿到本赛季的双冠王。但今天科莫队主教练法布雷加斯的战术用心相当的不错。
比赛非常的精彩。反观国米的主帅齐沃，好像每次都有些莫名其妙就被对方先进2球，可最终国际米兰就是不会输。所以齐沃在赛前布置方面呀，还需要继续提升。有些时候让球迷觉得很揪心，但最后命好，事业运好，咱们也期待着国米的双冠王。OK， 开心一下。今天意大利这边，米兰警方捣毁了一个高端伴游的卖淫团伙，客户包含多名意甲球员。这个犯罪团伙向高端客户推出全包套餐，从高端夜店玩乐延伸到豪华酒店的色情交易服务，相关服务收费很贵，单次高达数千欧元。他们不仅招募职业的伴游，还借助夜店人脉的公关网络，引诱年轻女性卷入奢靡派对的灰色产业链。顾客呢，涵盖了大量的企业家，还有多名在意甲 AC 米兰、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的球员，还有一些赴米兰客场比赛的球员。整个产业链涉案流水超过了120万欧元，客户涉及了70多名球员。整个运作流程是这样的，球员们先是获得邀请，先在豪华餐厅和女孩们共进晚餐，随后前往酒店或夜店继续娱乐，而且许多人在5星级的豪华酒店里面还集体吸食笑气，也就是所谓的气球。所以这样看来，意大利足球为什么进不了世界杯？这背后的糜烂龌龊堕落的原因，跟中国足球倒有几分神似。好，切尔西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今天赛前，库库的理发师却提前泄露了帕尔默、若昂佩德罗伤缺的消息。这个理发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道，帕尔默和若昂佩德罗今晚双双因伤缺战，这是我给你们的独家消息。配图呢，则是理发师正在给库库修剪头发的照片。最后这2名球员果然双双无缘比赛大名单，消息也被证实。这已经不是切尔西本赛季第一次面临球队的消息泄露问题了。在主场、客场对阵大巴黎的2场比赛中，球队的阵容都被内鬼提前泄露。当时主教练罗塞尼尔还声称说泄密者来自俱乐部外部，而不是球员。但这一次库库很难再推卸责任呀。好，咱们再看看马德里竞技阿根廷主教练西蒙尼。他跟自己的妻子卡拉佩雷拉现在在马德里建立起庞大的地产版图，名下已经拥有180套公寓、7栋楼，总资产估值4000万欧元，其中1380万来自各类理财，1900万来自不动产。夫妇俩先后创立了2大房产品牌，还拿下了1公顷的土地，计划新建2栋住宅，新增140套公寓。他们低价收购旧房，翻新改造后再高价转售出租，盈利极高，短短2年内业务规模翻了3倍。所以足球虽然是西蒙尼的主业，但早已经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甚至可能足球不是收益最高的来源。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西蒙尼的小老婆，但前妻虽然离婚了，跟前妻的关系却依旧非常好。好，巴萨方面，巴萨在本赛季次回合的国家德比将和美国女歌手奥利维亚·罗德里戈联名。现在俱乐部已经为这款印有女孩专属标志的球衣拍摄了多组照片，许多一线队球员也参与了拍摄，到时候女孩也会亲临诺坎普球场观看比赛。23岁的美国女歌手是2019年因为在迪士尼家的热播剧集《歌舞青春》系列中扮演了女主角，一战成名。这个剧集风靡全球，非常受欢迎。另外看看切尔西的球员加纳乔，最近送给自己女友一份特别的礼物，给女友的隆胸手术支付了7000欧元，这也比较奢靡因为这个数字远超同类手术的平均水平。一般这个手术只需要花费4000欧元，并且记者还提供了许多背景消息，暗示他俩的关系很复杂。因为女孩阿德里亚诺·洛巴兹由于移民的问题，在英国居住面临限制，而加纳乔呢则在英国踢球，所以2人之间并不简单。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做视频有时候真的太累了。感谢大家的订阅、点赞、热推、评论和分享，咱们明天再见。